他是全球最顶尖的职业杀手，仅凭一己之力就能端掉整个日本黑帮。因为每次执行暗杀时，脸上都会挂着一抹瘆人的微笑，所以他有一个非常恐怖的绰号——微笑先生。Thank you. You made my day, Tajur. 这次他接了一个韩国的暗杀任务，委托雇主出价10亿韩元，雇佣他暗杀一个恶贯满盈的连环杀人犯金国浩以及他的辩护律师。拿到目标资料后，杀手立刻动身前往金国浩住所附近寻找适合的狙击位置。没花多久时间，一套完美的暗杀方案就已经在他脑中成型。第一步就是架好狙击步枪，蹲守对面楼顶，然后无声无息解决目标。一切准备妥当，正打算动手时，却发现有人已经抢先了一步。原来是受害者的家属对警方判决不滿，决定亲手为死去的女儿报仇。女人事后当着数百名记者和警方人员的面公开承认，说自己干掉了连环杀人犯。暗杀目标被别人提前处理了，杀手只好收好武器撤离了现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远，今天要讲的是许光汉主演的热门韩剧《无路可走》。事发前不久，网上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悬赏猎杀游戏，只要有人能杀掉金国浩，就能拿到200亿韩元的天价奖金。虽然金国浩被女人捅了好多刀，但医生拼尽全力还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躺在病床上的他满腔怒火，对着律师抱怨个不停，说这是存心谋杀，医院连基础止痛药都不给，分明就是冲着那笔悬赏金去的，要让他活活疼死。确认金国浩没有生命危险后，律师离开医院回到律所接着工作。可他刚推开办公室门，就发现女秘书被绑在了椅子上，还没等律师反应过来，冰冷的枪口就已经顶在了他的后背上。What's his number? 502. Yes. 杀手拿出金国浩的照片，逼问律师对方住的病房号，同时要求交出所有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。面对枪口的威胁，律师只能乖乖照做。事后杀手用泡过迷药的手帕把他弄晕了过去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打金国浩主意的远不止他一个。此时警局办公室里，刑警老白接到女儿小雅打来的电话，可那头传来的却是个男人的嗓音。一个长得像李光洙的男人绑了小雅，以此要挟老白偷偷把金国浩带出来，好独吞那笔巨额赏金。走投无路的老白只好求助同事民警小王，让对方帮忙追踪女儿的下落，接着把女儿手机的定位发了过去。可这件事很快就被绑匪察觉了，小王通过定位很快找到了被绑的小雅，他刚拉开铁门准备救人，结果藏在暗处的绑匪一铁锹砸在了他头上。收拾掉小王的尸体之后，绑匪给老白打电话下了最后通牒，再不交出金国浩，就直接剁掉小雅的手指。하루에 손가락 하나예요. 한 번만 더 딴짓거리면 일단 진짜로 죽는다. 200억 그 새끼 당장 가져와. 내가被逼到绝路的老白只能妥协，他找借口支开病房门口值班的警员，悄悄溜进病房，把昏迷的金国浩手铐解开。与此同时，微笑先生也赶到了医院，他在走廊提前布置了烟雾炸弹，推门的瞬间正好和潜入病房的老白撞个正着。老白想跟他近身搏斗，可两人实力悬殊太大，没打几下就被杀手轻松放倒。随后杀手掏出刀子，精准拆掉金国浩脚腕上的电子定位脚环。此时外面的烟雾炸弹倒计时归零，刺鼻的浓烟立刻扩散到整条楼道，整栋大楼陷入混乱。杀手在上面照扛起金国浩，从容撤退。被消防喷淋浇醒的老白捡起对讲机请求支援，大批警员迅速封锁楼内所有出口。可等大家冲上病房所在楼层，杀手早带着人质逃到了地下停车场。刑侦队长带队驾车拦截，杀手早有准备，撒了一地钢钉，追击的警车多闪不及，接连爆胎失控。众人眼睁睁看着杀手带金国浩扬长而去。事后警方调取路面监控，锁定那辆皮卡，最终开进了一处高速服务区。老白火速赶过去，可车里早已空无一人。画面一转，深山一栋隐秘别墅里，金国浩和昏睡的律师都被绑在椅子上。这时门外传来密码锁开启的声音，幕后雇主带着秘书按约定带着5亿韩元尾款前来接人。야 씨발 솜씨 한번 기똥차네. 그 난리통에 사람을 빼온 거야? 기똥차입니다 시장님. 이름이 뭐라 그랬지? 어? 미스터 스마일씨? Money first. Sorry. 趁着双方交付尾款的间隙，金国浩悄悄拔掉手臂上的输液管，把针尖掰弯，小心翼翼地试着打开手铐。只见女人缓步走到金国浩面前，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原来两人早就认识。 아이 사회 부적응자 개새끼가 버르장머리 없이 기어오를 때를 놀라야지. 어? 야! 너처럼 천성이 더러운 새끼는 사형시켜 죽여버려야 돼.
세금 들여가지고 깜빵 보내봤자 구제가 안 돼요, 구제가. 教训完金国浩后，女人又把目光转向旁边的律师，问他录音文件有没有备份。 아이고, 우리 변호사님 많이 놀라노시구네. 그러니까 누울 자리를 보고 다리를 쳐 뻗어야지, 새끼야. 이제 사본은? 없습니다. 저기 답니다. 律师拿命担保说绝对没有备份。女人听了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当即示意杀手开枪灭口，把律师这个隐患除掉。律师顿时慌了神，赶紧改口说自己留了大量备份，一旦自己出事，所有罪证就会被全网公开。可他话还没说完，子弹就穿透了他的脑袋，律师当场死亡。枪口随后对准了金国浩。这时雇主突然叫停，表示要亲自动手。 총 나한테 달라고. 쟤는 내가 쏜다고. 어? 그렇잖아. 아니, 네가 쏠 거. 김국호 씨, 네가 네 명줄 끊는 거야. 야, 이거 성능 확실하네. 没想到女人不讲武德，直接开枪打中了微笑先生，还特意补了一枪。原来她从开头就没打算付尾款，这样既能完成暗杀任务，又省下5亿韩元，一举两得。说完，一脚踹到金国浩，把手枪递给身边的秘书，逼他开枪打死金国浩，这样两人就成了共犯，绑在一条船上。就在秘书将要扣动扳机的瞬间，身中2枪的微笑先生并没有死，他开枪打死了拿枪的秘书，随后瞄准了那个毫无底线的女人。对方的毁约彻底激怒了他，女人跪在地上不断哀求杀手饶命，表示愿意赔付10倍的佣金，只求活命。但杀手早已不再信任他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挣脱手铐的金国浩猛地抄起椅子砸向杀手。女人趁机连滚带爬逃出别墅。为了保命，金国浩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，跟顶尖杀手打得有来有回。他捡起地上的碎玻璃划上了杀手的脸，顺势用手铐把两人锁在一起，双方展开力量上的拉扯。凭借体型优势，金国浩最终抢先捡到了手枪。此时另一边，刑警老白顺着别墅里的枪声赶到现场，刚好碰到浑身是血的雇主。另一边的金国浩靠着残留的意识开车逃离了别墅，最终因为体力不支，车辆停在了当地警局门口，他本人也昏倒在了方向盘上。别墅里只留下一副孤零零的手铐。第二天一早，警方封锁了别墅案发现场，现场只剩下2具尸体。老白无心去管命案，满脑子都是被绑的女儿小雅。这时绑匪发来最后通牒，今天之内必须交出金国浩，否则再也别想见到女儿。没过多久，派出所传来消息，昏迷的金国浩被送到了镇上的一家医院。队长立刻带队赶了过去，看着病床上不省人事的金国浩，老白下定了决心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带走，换回女儿。 내가 너한테 존나게 미안하다. 뭐 하는 거야? 일로 와요. 이 새끼야, 너 미쳤어, 지금? 老白用空包弹打伤了同事，接着把另一名警员锁在了病房里，独自推着昏迷的金国浩逃出了医院。两人约定在一处偏僻的隧道碰面。老白开车顺利到了指定地点，按绑匪要求留下了钥匙。对方告诉他，隧道出口打着双闪的轿车里就是女儿小雅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老白把手表摘下来塞进了金国浩口袋里。可就在他离开的瞬间，绑匪趁机开走了救护车。老白跑到车前才发现上当了，车里什么也没有，女儿根本不在里面。好在之前塞了块手表，他还能继续追踪位置。车上的绑匪看着昏迷的金国浩，脑子里全是那笔200亿赏金快要到手的画面。老白跟着定位一路狂奔，最后找到了停在路边的救护车，但车里已经没人了，车钥匙也被拔走。情急之下，老白掏出证件，临时征用了一辆过路车，继续追赶绑匪。此刻另一边，绑匪正扛着昏迷的金国浩来到一处废弃厂房。正当他沉浸在报复的快感中时，却完全没察觉金国浩已经醒了。金国浩悄悄摸起地上的匕首，朝着绑匪狠狠扎了过去。躲在角落的小雅全程听到打斗的动静，吓得蜷缩在地上，捡起一块尖锐铁片防身。另一头，老白不停地拨绑匪的电话，问女儿的下落，但接通后，听筒里传来的却是金国浩的声音。 백중식 형사님 아니십니까? 너 누구야? 누구긴 씨발. 중국아 네가 왜? 딸내미가 여기 있나 보네요. 안돼! 걱정이 많으시겠네. 这一刻，老白彻底陷入了绝望。连环杀人犯金国浩盯上了自己的女儿，他在电话里不停地哀求对方，可金国浩直接挂断了通话。10年的牢狱生活让他心里产生了扭曲，看着无助的小雅，心里瞬间生出歹念。他解开小雅脚上的铁链，刚准备下手，结果小雅用留作防身的铁片刺中了金国浩的脖子。小雅拼命朝门外跑，却被地上的铁链绊倒，当场晕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老白根据定位找到了废弃厂房。金国浩见状，一把拽起昏迷的小雅挡在身前，威胁老白把配枪丢掉，不然就立刻拧断女孩的脖子。
脖子。为了救女儿，老白只能扔掉枪妥协。金国浩趁机冲上前抢枪，老白反应很快，一记过肩摔，把他狠狠按倒。怒火中烧的他抄起铁锤疯狂砸了下去，正要彻底解决这个杀人犯，却被金国浩捡起铁锹反手打晕了过去。等老白再醒来时，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病床上，嘴里不停喊着女儿的名字，确认小雅没有生命危险后，他才稍稍安心。可医生单独告诉老白，根据小雅身上的伤痕判断，必须做一次专项检查。这句话彻底击垮了老白的心理防线。他昏迷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金国浩有没有对女儿做过什么，满腔的愤怒和恨意彻底冲昏了老白的理智，一心想亲手宰了金国浩。但由于之前开枪打伤了同事，他被单独关在了一间病房里。这时他看见天花板上的消防喷铃，就借着抽烟的理由向外面的同事借了个打火机。 담배하고 라이터 좀. 안 됩니다. 병실 밖으로 나가실 수 없습니다. 안 되긴 이 새끼야. 내 앞에 갖고 잠깐 담배 한 대 피우고 올게. 답답해서 그래. 백경님, 담배 끊으시지 않으셨습니까? 그냥 줘, 이 새끼야, 그냥. 그럼 병실 안에서 펴주세요. 同事没多想，直接递给了他。老白用打火机烤天花板的消防喷铃，成功触发了火警警报。趁着医院乱成一团，老白把执勤警员反锁在病房里，坐电梯顺利逃出了医院。他要亲手解决那个伤害女儿的家伙。本集的故事暂时就到这里，我是大远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